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李良。您最近逛超市有没有这种感觉？昨天还堆成山的保鲜膜，今天就剩空挂钩。上礼拜刚买1箱的牙膏，这周想补1支，货架上却插着暂时缺货。不是您多心，也不是哪家补货慢。供应链上有跑了20年货运的老朋友悄悄透了底。2026年，一场全球原物料短缺，来得比所有人预想的都快。你以为最坏不过是卫生纸限购，错了，还有3样东西，您每天摸，每天用，这会儿可能就拿在手里，摆在桌上，塞在洗漱篮里，它们才是下一批悄悄从货架上消失的隐形主角。等卖场贴出限购1件，等您跑3家店都买不着那款熟悉的，等您只能硬着头皮拎回从没听过的杂牌，那时候再想搬，真晚了。今天说这3样东西，不是让您把阳台塞成仓库，也不是让您跟邻居抢破头，我是想让风浪来之前，咱们先把自家小船补一补，不抢不慌，但不能没准备。如果您也觉得这些生活真相应该让更多人听见，如果您也受够了那种事后才提醒的马后炮，请您现在动动手指，给视频点个赞，随便点一下订阅键，订阅下我们会点生活频道，也请您在评论区打一句我记住了，让我知道这份提醒您收到了，也放在心上了。好，咱们闲话少叙，直奔今天最要紧的干货。2026年原物料短缺，除了人人都在抢，家家都缺不了的卫生纸，还有这3样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，很可能是下一批限购令的主角。您听我一个一个给您掰开揉碎了讲，讲他们为什么缺到什么程度，咱们普通人该怎么应对。您要是听进去了，这个周末就别光在家里躺着，抽空去您信得过的大卖场转一转，不花冤枉钱，但别留后悔药。第一样东西，说出来您天天都在用，甚至这会儿您刚用它洗完中午吃饭的油碗，那就是洗衣液。您可能会笑，洗衣液那么大桶，超市里100就是一整排，红的绿的蓝的，怎么可能缺货？我告诉您，洗衣液这东西看着跟水一样，可它肚子里装的根本不是水，是科技。洗衣液能去油，能护色，能留香，靠的是一种叫表面活性剂的核心原料。表面活性剂是从哪来的？它是石油衍生品，您没听错，咱们洗衣服洗的是石油的孙子。2026年，全球原油供应链正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洗牌。几个主要产油国因为减产协议谈不拢，翻脸的翻脸，增产的增产，还有的地底下有油却运不出来，海运集装箱紧张，油轮运费涨了3倍，连带着下游几千种化工原料都跟着打摆子。表面活性剂就是第一个倒下的多米诺骨牌。给您打个比方，您家熬粥，米是主料，水是辅料，洗衣液的主料就是表面活性剂，没有它，您把整桶水倒进洗衣机，油渍照样趴在领口上。现在全球最大的那几家表面活性剂工厂，有2家在欧洲，前2年能源危机，天然气断供，生产线一停就是半年，好不容易复产了。2026年开春，又碰上乙烯短缺，乙烯也是从石油里来的，您看，一环扣一环，环环都是死结。国内的大厂虽然还能撑着，可进口原料一涨价，生产成本蹭蹭往上窜，厂家只有3条路，要么涨价，1桶涨10块20块，要么减量，3升装悄悄缩成2升半，瓶子还是那么大，底儿厚了半厘米，要么换配方，把进口表活用国产货替，洗是能洗干净，可泡沫少了，香味淡了，洗完衣服发硬。您最近逛超市有没有发现，有些老牌子的洗衣液，以前搞活动买1送1，现在连促销员都撤了，那就是信号，最明显的信号。而且洗衣液不只是洗衣服，您家里洗碗用的洗洁精，洗手台上的洗手液，浴室里的沐浴露，甚至您擦眼睛的喷雾剂，它们全都依赖表面活性剂。您想啊，这些瓶瓶罐罐，哪一样离得开？一旦上游原料卡脖子，下游所有品类都会跟着缺，到时候不是洗衣液一个货架空，是整个清洁区货架都稀稀拉拉。所以我跟您说，洗衣液这件事千万别掉以轻心。您家里几口人？3口还是5口？换季的时候床单被皂洗的勤，夏天一天换1身汗衫，冬天毛衣羽绒服局部手洗也得用它。1桶3升的洗衣液，天天洗，顶多40天就见底。您现在完全可以趁货架还满着，促销员还在吆喝，多拎2桶回家，买那种浓缩型的，用量更省，占地更小。
放在阳台阴凉干燥的柜子里，瓶口擦干净拧紧，别让潮气钻进去，放个1-2年活性霉都不衰减。这不是囤货，这叫给未来的自己省麻烦。您想想，哪天早上急着出门，发现脏衣篮里攒了一堆可洗衣液瓶子，挤半天只剩沫子，您烦不烦？您现在花20分钟搬2桶，未来半年就不用烦这个心。第二样东西说出来您可能更不信了，您觉得它便宜，它不起眼，它一卷能用大半年，可恰恰是它在2026年的原物料风暴里脆弱的像一张纸，它就是保鲜膜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保鲜膜为什么那么薄，那么韧，还能紧紧扒住碗沿？因为它也是石油的孩子。保鲜膜的原料专业术语叫聚乙烯或者聚氯乙烯，听着拗口，您不用记，您只需要记住他的老家也在化工厂，他的爷爷也是石油。2026年，全球乙烯产能正经历一个可怕的断档期。什么叫断档期？给您打个比方，这就像种庄稼，前几年旱涝不收，没人撒种子，现在想收粮食了，地里却光秃秃的。一个乙烯工厂，从规划到动工，再到正式投产，少说5-6年。过去那3-4年，全球疫情，经济动荡，谁敢投几10个亿建新厂？没人敢。所以现在老厂该检修了，该淘汰了，新厂还没影子，青黄不接，正好是产能最青黄不接的时候。乙烯一短缺，下游的聚乙烯颗粒就涨价，保鲜膜工厂拿着钱都买不到原料，只好减产。您去超市留意一下，以前保鲜膜货架上大盒小盒挂得满满当当，什么耐高温的、可微波的、带切割刀的、5颜6色，现在呢？是不是只剩1-2个常见牌子，其他位置全被保鲜袋、密封袋给占了？保鲜袋是 PE 的，可它用料比保鲜膜厚，需求量也大，工厂有限产，肯定先保鲜袋，因为超市要进货，餐馆要进货，咱们家用的保鲜膜反而成了后娘养的孩子，有就做一批，没有就等下批。您可能觉得保鲜膜吗？没了就不用了呗，剩菜盖个盘子不就得了？跟您说，话可不能这么讲。保鲜膜的真正价值不只是盖剩菜，您切半个西瓜，用保鲜膜一封，放冰箱3天，拿出来还水灵灵的。您要是敞着放，半天就串味儿，第2天就干巴。您腌个鸡翅，倒上酱油料酒，拿保鲜膜把碗口蒙严实，翻个面都不漏汁。您没有保鲜膜，用保鲜袋套，袋子里总有空气，腌不透。您用盘子扣，缝隙大，还是会风干。而且保鲜膜是唯一一种能把不规则碗口完全密封的家用品。我问您，您家里的搪瓷盆、玻璃碗、陶瓷海碗，哪个是标准的正圆形？都是手工拉坯，口沿多多少少有点不圆。保鲜膜一拉一撑，紧紧贴住，苍蝇钻不进，味道跑不出，这是几百年前老祖宗想破脑袋也造不出的神器。再说一个更实际的问题，现在的保鲜膜很多都标注可微波炉加热。您把剩饭盖上一层，扎几个小孔，放微波炉里转3分钟，饭菜热透，膜不破，也不释放有害物。您要是没有这层膜，微波炉加热饭菜，有点子溅的到处都是，内壁擦起来能要人命。您看，保鲜膜缺了，不仅是少一层塑料，是厨房少了一道防线。我给您支个实在招，您现在去超市，不要只盯着那种100米、200米的超大包装，那确实占地方。您家里也没那么大抽屉，您多买几卷中等长度、质量好的保鲜膜，最好是那种带金属滑刀的，用起来顺滑，切口整齐。尤其要备1-2卷耐高温的，超市里通常比普通款贵几块钱，可关键时刻它能进微波炉，能蒸鱼，能裹着热菜不化。您把它收在碗柜最里层，或者和干货、杂粮放在一起，干燥避光，放3年性能都不降。别等到某天晚上您炖了一锅红烧肉，吃不完想收冰箱，翻遍3个抽屉都找不出一节能用的膜，只能用个锅盖勉强盖上。第2天肉表面都风干了，那时候您就知道今天多花这20块钱，值，太值了。第3样东西说出来可能会让您心里沉一下，因为咱们每个人每天早晚都得跟它打交道，它就是牙膏。牙膏怎么会缺货？您不是在开玩笑吧？牙膏不就是白膏子、薄荷味、石头粉兑水吗？满地都是碳酸钙，还能缺？您问得对，牙膏里的膜料确实不缺，石英矿、方解石，中国有的是。可牙膏不是光靠膜料就能刷干净牙的，
牙膏里真正顶梁柱、真正没法替代的东西是保湿剂和发泡剂。绝大多数牙膏的保湿剂叫山梨醇。山梨醇从哪来？从玉米来。玉米提取淀粉，淀粉水解成糖，糖再加氢，变成山梨醇。您看，绕了一圈，牙膏的根在庄稼地里。2026年，全球玉米主产区是什么光景？这不吓唬您，您自己看新闻。美国玉米带、内布拉斯加、艾奥瓦连续3年遭遇生长季高温少雨，土壤伤情是近20年最差的。巴西中西部玉米播种期遇上反常暴雨，出苗率掉了2成。乌克兰的黑土地去年还在打仗，播种面积恢复到战前7成就算不错。玉米一贵，山梨醇跟着贵，山梨醇一贵，牙膏厂成本线直接崩。还有发泡剂，咱们刷牙喜欢满嘴泡沫，觉得没泡沫就刷不干净。那种绵密细腻的泡沫，主要靠月桂醇硫酸酯钠，也叫 SLS。SLS 从哪来？它跟椰子油、棕榈油这些热带油脂是亲戚。东南亚今年又没消停，台风过境比往年多2轮，棕榈果采不下来，毛棕榈油期货价格已经悄悄爬上半山腰。您去问问做肥皂的老手艺人，椰子油多少钱1吨了？3年前8000，现在15000还拿不到货。牙膏里的发泡剂成本翻着跟头涨，厂家又不能随便减，减了您刷牙跟嚼沙子似的，谁还买？所以您看，牙膏这东西看着最传统，最没科技含量，其实它的供应链比谁都脆弱。玉米要进口，油脂要进口，连那个装牙膏的铝塑复合软管里头的铝箔也得从电解铝来，电解铝一天一个价。2026年牙膏面临的不是单一原料涨价，是全线原材料都在吹哨子。我再跟您说个细节，您下次刷牙前可以自己验证一下。您挤一段牙膏在牙刷上，然后把牙刷横着放在杯口，过5分钟再去看。如果您发现牙膏表面那层变得干干的，甚至裂了小细纹，那就说明这支牙膏的保湿剂含量比以前少了。厂家没明说，可配方已经悄悄改了。等哪天您连这种缩水版牙膏都买不着了，货架上只剩下些从没听过的牌子，或者进口牙膏标价50块一支，您说您是买还是不买？尤其家里有孩子的，儿童牙膏更是重灾区。儿童牙膏不能用太强的发泡剂，不能用太凉的薄荷味，磨料要更细，含氟量要精准控制在安全范围。这些特殊原料很多依赖进口，供应商就那么2-3家，一旦上游断供，最先停产的往往就是儿童线。所以给您最朴素的建议，牙膏这东西不怕放，保质期通常3年，放在洗脸台下面干燥的抽屉里，别挨着水管，别暴晒，3-5年膏体都不干不硬。您家里几口人，一人一天刷2次，1个月就是60次，一支成人牙膏撑死用45天。您趁现在超市货还全，电商还有满减，给全家老小每人备上3-4支，不需要几十支地囤，那太夸张，也占地方。但您手里有3-5个月的余量，心里就踏实。您不用焦虑，不用抢，您只是提前把秋天的白菜晒成了干，冬天的土豆下了窖，这叫过日子，不叫恐慌。好，这3样东西，洗衣液、保鲜膜、牙膏，一个一个给您掰扯清楚了。您发现没有，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，平时咱们太习惯它们的存在，习惯到从没想过有一天会买不着。卫生纸一缺货，全城抢购，那是因为卫生纸体积大、显眼，一空架谁都看得见。而洗衣液、保鲜膜、牙膏货架空了一半，您可能还以为是卖场正在调整陈列，其实是仓库里早就没货了，只是理货员不好意思把空牌子挂出来。这就是我最想提醒您的，真正的短缺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来，而是像秋凉一样，一天降1度，等您发现树叶黄了，已经是深秋。咱们回过头来再说说卫生纸。既然今天的话题从卫生纸起，我也不能把它落下。卫生纸的缺货逻辑比上面3样更直白，它是纯木浆做的，木浆要么来自加拿大的针叶林，要么来自巴西的桉树林。2026年，全球航运依然没有恢复到疫情前的丝滑程度，而木浆出口大国各家都有各家的难处。加拿大西海岸的港口去年劳资协议到期，新合同谈崩了好几次，装卸工排班都排不齐。巴西的桉木林这几年过度砍伐，加上气候干旱，轮伐周期被打乱，这茶树还没长够尺寸，下一茶树还没种下去。智利呢更远，船从智利到中国
走太平洋航线40天，现在40天能到都算快的。木浆一贵，职场就疼，可职场不敢轻易把涨价全转给您，怕您转去买电商专供款，怕您换成杂牌子，那就只好先砍促销，再砍产量，最后才硬着头皮贴新价签。您回忆一下，3年前超市里的卫生纸堆头堆得像雪山，买一提送半提，促销员站在边上喊得嗓子都哑了。现在呢，还有几家超市舍得用卫生纸搭地堆，是不是都挪到货架最下层，或者跟拖把、扫帚挤在一个区？这不是卫生纸不好卖了，这是卫生纸没那么多货可卖了。不是让您把整间阳台都塞满卫生纸，那确实容易吸潮，容易长虫，但是在储物柜里常备2箱，一家4口够用3个月，这是非常理性的预防。别等到哪天早上，您蹲在洗手间里，伸手一摸，纸筒心空转，还得扯着嗓子喊老伴儿从客厅递，那画面您自己想想，急不急？说完了缺什么，还得跟您说说怎么备。这世上有2种人，一种人是见啥抢啥，抢回家往墙角一撂，3年都想不起来用；另一种人是心里有谱，知道哪些东西迟早要用，提前1-2月从容搬回家。我想让您做第2种人。洗衣液，您记住了，不要买那种花里胡哨的功能款，什么防串染、护色柔顺3合1，功能越多，化学成分越复杂，保质期反而短。您就买最基础的深层洁净款，国产品牌大厂出的，浓缩型的，活性物含量高，用量省，占地小。买回家把瓶身擦干，拧紧盖子，塞到洗衣机旁边的窄缝收纳架里，别让阳光直射，紫外线会把霉制剂分解掉。保鲜膜，您记住了，别囤那种超低价的无名杂牌，您撕一小节下来，用手称一称，好的保鲜膜有韧性，拉不断，差的保鲜膜一拉就破，贴在碗边自己翘边。您就买那几个20年以上的老牌子，带防粘涂层，带切割刀的，耐高温款一定要备1卷，虽然贵几块钱，但您用它蒸一次鱼，热一次饭，就知道钱花在哪儿了。储存的时候千万别挨着灶台，高温会加速塑料老化，让它变脆发黄。您把它和米面油放在一起，干燥阴凉，存2年都没问题。牙膏，您记住了，不要贪便宜买那种超大支家庭装，一支牙膏您早晚用，起码用1个月，大支装往往用到最后膏体干了，管尾破了，您还得剪开管子抠着用。您就买标准容量、老字号、儿童成人分开的，买回来分类放，儿童牙膏放孩子够不着的高抽屉，成人牙膏放洗漱篮里备用。每半年轮换1次库存，先用早买的，后用新买的，这样永远不过期。我还得多说一句，除了这3样，您家里的洗碗粉、洗洁精、洗手液其实都处于同一条供应链上，洗衣液缺了，洗洁精离缺也不远。您如果洗衣液备够了，顺手多拎2瓶洗洁精，也占不了多大地方。还有那种洗衣机清洁剂、地板清洁剂，都属于石化下游产品，涨价缺货的风早晚会刮到。不是说让您把超市搬空，是说您要有这个意识，您的家您自己操心最踏实。今天跟您讲这些，就是想让您提前知道风口在哪儿，潮水往哪儿流。您不需要做一个未卜先知的神算子，您只需要做一个心里有数的明白人。明白人不会慌，明白人也不会被那些炒作卫生纸荒、塑料荒的2道贩子割韭菜，因为您早就准备好了，风浪来了，您家的小船依旧稳稳当当。最后，李良想跟您掏几句心窝子。2026年原物料短缺，不是哪家媒体炒的概念，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、世界银行反复预警的现实。卫生纸是第一块倒下的骨牌，洗衣液、保鲜膜、牙膏就紧挨在后头。我扶不住整张骨牌墙，但我能提前喊一嗓子，让您侧身躲一躲，顺手接住那几块最要紧的。今天掏心掏肺，能讲的都讲了。如果您觉得心里有底，手上有谱，请一定点个赞，并把这条视频转发给您最惦记的那个人。也许是70、80岁的父母，腿脚慢，眼神跟不上，等发现洗衣液空了，保鲜膜见了底，超市早换了2、3轮价签。也许是刚搬出去单过的儿女，年轻人过日子有一顿没一顿，买日用品容易踩坑。您动动手指，把这份清醒传递给他们，让他们今晚就开始检查存货。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您家里还有什么常年必备，少了就心慌的东西。李良帮您查，帮您问，咱们互相提醒，互相补台。会点生活的观众，
从不是冷冰冰的过客，是一群愿意把自己的日子过明白，也愿意拉邻居一把的热心肠。感谢您从头到尾的陪伴。货架会空，但提前装满的小推车不会说谎。市场会波动，但心里有谱的人不会慌张。我是李良，这里是汇点生活，咱们下一个生活话题不见不散。